互相伤害。兔子能够在如此。环岛不是那里吗？你脑子不好使，要不我考你一个脑筋急转弯，看你这个会不会？不见了呀！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被窝里面偷偷看那种土偶剧啊？不挡了，先拍张照片。我觉得如果想看兔子被惩罚的话，应该在这里，应该要有弹幕才对。主打多人室外公众场合竞技强制惩罚于一体的户外体验栏目《黑心公测》第2期来啦！认真吸取了上一期的经验，还有绅士们发在评论区的意见。第2期我们会更加关注手机的户外使用体验，主打一个量大管饱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行户外对比体验的手机是华为 Pura 80和 iPhone 16，由我做裁判，思哥和黑哥分别选择自己认为更感兴趣的一台，进行全程的实际使用体验，看看这2台手机各自的表现如何吧。为了增加趣味性，我们3人会每个人抽取一个隐藏任务，到今天拍摄结束都没完成人，哈哈，老规矩就要接受惩罚喽。如果所有人都完成的话，那就随机抽一个人接受惩罚。希望这一次可以沿袭上一次的好运气，给我来个 so easy 的，还可以。我希望是思哥，许愿个思哥，因为思哥的眼神不太好。思哥，援助我也没有啊，就只有1张。上一次的惩罚是我，这一次不会还是我吧？我操！我再抽一个啊！为自己鼓个掌好吗？今天继续加油好吗？是的，全靠粉丝们支持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非常开心啊！就是每次跟思哥跟黑哥出来，我都非常的高兴啊！哎呀，等等，第一站呢，我们来到了广州大剧院。咱们现在一看时间，哎，12点半了，是不是？接近饭点了，肯定要去觅食。吃，你就知道吃。那决定呢改一下下一站的目的地，我们直接去往花城汇商场。2台手机同时用地图导航去花城汇。然后我拿的是 iPhone 16标准版。我这个是华为的 Pura。是的，那我们就用这2台手机，现在马上打开地图导航去花城汇来看看。等一下，先开机。哎，开完了我。还输密码。苹果的亮一点好像是，激发亮度16会亮一点吗？对吧？然后我们手动再拉一下那个手动的最高亮，户外的亮度其实苹果是明显的要高一点。1、2、3，开始导航，差不多吧？1、2、3，开始喽！啊，有点烫手了，开始。重要的。哎，要不现在这里拍一张广州塔，拍照会不会杀掉后台吧？直接1倍就可以了。这一次能不能2倍？好，我们退出去看一下有没有杀掉后台。我这个没杀了，你这个杀了吗？你不要手抖啊！你这么紧张的吗？肯定没杀，这不得肯定没杀。暗恋不是，这里是对的，我们已经出来了，你没有出来是你错了。不是，这到底是怎么？那行啊，那看去到前面那个转弯，它会不会飘回来？不就知道是谁错了吗？是。你脑子不好，你脑子不好使。你看你出来，你是上了外面那条路上去了，对吧？环岛不是那里吗？你脑子不好使，要不我考你一个脑筋急转弯，看你这个会不会答。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，这样是打不死人的啦。每天就是这种男人之间吵架真的很烦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加小剧情？要不我考一下你们2个一个脑筋急转弯好不好？哎，怎么说？兔子是怎么叫的？兔子是鸡是小鸡的叫声吧？是苹果错了，苹果错，快点过来，苹果错了。我也完成任务了，我录下来了。我以为兔子
是怎么叫的？苹果错了，苹果错了。信号弱。但是现在我这个真的有点烫手了，有点不是很好拿了。如果是裸机的话，是吗？距离目的地剩余30米。你要这么握着走的话，肯定是不行的了，它是有点烫手的感觉了。然后华为的还是比较能接受。 95，还有99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看一下所在的地方是花城汇的地下停车场，信号相对来说会差那么一点点。一起导航到探窝，然后去看一下一个准确的对比效果。好，我们刚才在使用百度地图导航的时候，苹果的手机会出现让你选择在哪一楼层，然后我选择 B1之后再开始导航，它是不行的，不支持室内导航。华为的这一台是没有显示选择你在哪一层的，所以我们待会儿换一下高德地图。开始导航，同意。步行导航开始。那我们刚，你能不能这样闭嘴？小点声。打开高德地图，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那我们需要先步行一段距离，然后尝试一下，说它会不会也是识别出来在地下又用不了？因为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我们先步行一段距离，先试试看吧。来，走吧，事不宜迟 ，Go Go Go！ 我去这边，然后你跟四哥。直走啊！哎，哎，它跳了，它信号不好。在花城汇谷区，信导结束。哦，不行。然后下面我换苹果的地图，苹果的地图看一下能不能给我导过去。20步行字，前方不是路段。它现在这个地图是直接是一个混乱的状态，都不知道我在哪里。然后我现在尝试着往前走一下，过不去啊！不见了呀！几个导航都是不行的，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里了。现在我打电话给他们，已经到南区了，在前面就到了。到最后才能揭晓。恭喜你回来了。那你走了哪条道呢 ？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午饭的餐厅了。对比一下两台手机，它们一个镜头扫码的速度。如果说扫码快的那一台，就意味着今天要买单。两位没有意见吧？没有意见。OK。哦。它的加载好快，16标准版的扫码速度、加载速度都会更加略胜一筹。OK， 那今天的买单由我们的黑公子来买单了。哇塞，你不会故意的吧？牛逼黑公子！哇塞，兔子，一只兔子。4只兔子，一只兔子和4只兔子，一只兔子吃4只兔子，一只兔4只兔。兔怎么可以吃兔？兔怎么可以吃兔呢？兔能吃兔，你们不是兔，所以你们不能吃兔。我是兔，所以我要吃兔，所以我一只兔吃4只兔，所以你们不是兔，你们不能吃兔。请把我吐了打到公屏上。我们现在这个餐厅的信号也不是说特别强。那刚刚呢，我们用2台手机用测速软件，然后对2台手机都进行了一个测速的情况，出来的效果呢是这样子的，能够看得出来，对比之下呢，华为的它的一个效果会比苹果更加好一点点。其他人打起来还是我们打起来？像不像机器人？你好戇鳩啊！在哪里啊？在那个墩子后面。我们打了半个多小时的游戏，然后
苹果是从10几分钟之后降了一次频，然后接着到了20几分钟的时候又降了一次很严重的降，然后整体是比较烫手。我拿的话都是这样来拿的，都没敢这样握，这样握是肯定不行的，是有点烫的。然后画面的话是没有卡顿，只是说第2次降频之后画面有点不太好看，然后看不清人在哪里。耗电26%。一起打了半个小时的和平精英，就整体感觉的话，游戏还比较流畅，没有明显的降频。然后比较热的地方是这个位置，稍微有温热的感觉，是能正常握持的。然后耗电是7%。OK， 吃饱喝足，那我们肯定吃完饭之后得补充点小甜水、小饮品。那我们下一站呢，直接去往 K11，台手机直接步行导航到 K11商场，然后一起也是对比一下2台手机的导航效果吧。OK， 准备出发。哇哦！有没有感觉出来今天天气特别的好，阳光充足 ？OK， 镜头摇向我们的这个地标广州塔。来，2位男士，既然有如此好的风景，如此好的天气，如此好的模特，那是不是得来2张人像呢？我们来检验一下上一次直男拍照课程，这一次的成果如何，好吗？感觉就半身还是全身？半身。哎，怎么拍都那么美啦！哇，天哪！太美了！我戴着墨镜我都看得出很美。就是看完之后只能说有所进步吧，但不多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也已经拍完照片了，下一个地方就是用 AI 导航去往我们 K11的一个饮品店 KOI， 来一起导航吧。步行导航至 K11商场的霸王茶姬。开始步行路线。2条路哦。我们刚刚用了2台手机都进行了一个 AI 导航，会发现呢，苹果进行导航之后，它是会直接出现一个路线图，但是华为呢，它会多一个步骤，就是会出现一些关键词，像 K11商场，包括我们要去的饮品店，然后再点击你确定要去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它相对来说会比苹果多一个步骤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，OK， 来3、2、1 ，Go Go Go！ 因为现在华为这边它这个应该是它自己的地图吧。然后它的导航线路跟黑哥的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兵分2路，一起去 K11的霸王茶姬。哆啦 A 梦这边有一个哆啦 A 梦的展，有一个超大的哆啦 A 梦。那导航就基本上是线路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黑哥已经到了。去哪里了？什么地图啊？这不行啊，我们直接就穿过来了，2分钟都没到。你看你们绕了个大圈儿。好，那看来，就是说线路上面没有问题，但可能并不是最优的一个选择。那最近呢 ，K11商场也是弄了一个哆啦 A 梦的一个展览，然后呢，商场里面到处可见的大蓝胖子，所以今天呢，也是拿着2台手机跟哆啦 A 梦进行了合照，然后一起看一下它的一个样张对比效果。先是看一下，在一个人像效果里面，它出来的一个样张对比，其实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是有区别的。像 iPhone 16标准版，它出来的效果是会更加接近肉眼所见，包括我的肤色呀，包括它背景的一整个颜色色彩度。但是华为它因为通过样张的处理，所以它可能会对于我的人像进行一些适当的磨皮，包括背景方面也会对于一个调色会相对来说调亮了一点点。但是如果说让思姐的一个平常拍照以及一个审美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其实我会更加偏向于 iPhone 16标准版，因为我会觉得像华为它对我的脸部的一个磨皮效果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过于过了，可能会让我后期去处理我的照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方便，而且会感觉你看我的脸部，包括我的身体会有一点的色差。但是如果像 iPhone 16这个标准版的话呢，我的脸和我的身体的色彩度都还是保持一致的，所以这是对于我可能后期去处理照片来说会更加方便一点点。2台手机其实可能会有不少的绅士会觉得，哎，华为这个色彩度会更加鲜艳，更加多层次。但是如果对于女孩子的一个追求角度来说，会更加偏向于 iPhone 16标准版吧。第2组样张是我们用2台手机的长焦人像的一个对比效果，来一起看一下。其实这里面这2张是兔子在我们商场的负1层
程进行一个拍摄的。那对比起上一组的一个样张，其实兔子是有发现，因为上一组我们那个哆啦 A 梦摆放的位置它是接近于大门，所以当时兔子看上一组样张对比的时候，会更加偏向于 iPhone 16的标准版，因为觉得它的色彩度更加接近肉眼所见。但是像室内这种光线，有顶光、有环境光、有背光，各种因素、各种光彩的效果下面，这两台手机，兔子在这一组样张照片效果上会更加偏向于华为 Pura 80，因为我会觉得华为这台手机处理无论是皮肤方面，以及我的人像和背景的融合度方面，都会略胜一筹。因为我觉得像人像的话呢，它也会比起 iPhone 16会更加自然一点点，呈现出来也是室外能够凸显出我是一个冷白皮的效果。那 iPhone 16标准版呢，可能就会有点偏于肤色黄了，也可能是因为进到室内，它的那个一整个环境光对比起一楼有些许区别的原因，在暖光的照射下面，两台手机的处理呢，我会更加偏向于华为 Pura 80。那我们刚刚测试一下两台手机在像这种人比较多、比较杂的一个地方进行拍照，它会出现的一个效果。像我刚刚呢借用了一下两位四哥作为一个背景板，参考一下 iPhone 16标准版。刚刚呢我们就相当于进行了一个拍照，因为有些时候像女孩子出去嘛，避免不了背景就是非常多人。像我们华为Pura 80，它会有一个 AI 一键消除的功能，就相当于会把背景的人物都会识别到，然后一键消除。这个功能还是挺强大的，而且会感觉背景也没有什么违和感。所以如果说对比这两台手机，因为现在国行的 iPhone 16目前来说还没有能够出到一键消除这样的一个功能，这两台手机在这个功能上面去对比的话呢，还是我们的华为 Pura 80能够更胜一筹。这个饮品店人它是比较多的，那刚好呢我们也打算测试一下两台手机的一个视频通话的一个情况。好，现在你听到的是 iPhone 16在嘈杂环境下的微信语音通话。你听到的是 iPhone 16在嘈杂环境下的微信语音通话。Hello， 你好，我现在在 K11的饮品店测试一下在常规环境下录音效果。Hello， 你好，我现在在 K11的饮品店测试一下在常规环境下录音效果。OK， 短暂的休息之后，现在奶茶也喝饱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台手机目前的一个电量使用情况。iPhone 剩40%。40%，华为还有73%。73%，那看来两台手机的电量差别还是有点大的。那下一站呢，我们即将要离开这个商场，打算去到户外再拍一些人像。OK， 不多说 ，Let's go。最后一站了，我们又回到了花城广场。那最后呢，还是老规矩，我们打算用两台手机在这附近呢5分钟的时间，打算就是小小的类似那种 city walk 一下，散散步，一起逛一逛，然后对比一下两台手机的一个耗电情况。先记录一下现在手机的电量是怎么样的，来看一下。华为还有71。70了，对，70了，刚好掉了一个。苹果还剩37%。OK， 一个70，一个37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直接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咔嚓 ，OK， 5分钟时间到了。刚刚我们都用两台手机，分别用相机模式打开了4K 60帧，然后录了一个5分钟拍四姐逛逛的一个视频。然后现在让我们两位四哥说一下你们手机的一个耗电情况，而且你们握持温度的一个发热情况吧。iPhone 37%的电，然后耗到33%，现在还剩33%耗了4个。对，然后它的温热情况我感觉就稍微有一点点温热而已，然后也没有卡顿，没有降频。华为就是70%到68%，耗了2%的电。然后主要热的地方也是这个相机呆口这个位置，但是其实不是非常的热，然后也没有发现降频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用两台手机继续去拍照吧。问你个问题，光线不是很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动物园里的猩猩跟别人说话都是小声说话吗？你猜一下。因为猩猩会悄咪咪。那
那刚刚我们来到花城广场的时候呢，也还是用2台手机对兔子进行了一个人像拍摄，然后现在来看一看2台手机分别的2组样张对比的一个效果。因为华为跟苹果之间绅士们懂的都懂，就是没有办法对照片进行一个像苹果一个互传，所以这4张样张都是直接发送到思姐的手机里面。现在来看一下这2组样张的一个对比。首先呢，先给大家看的是在我们的一个池边拍摄的一个效果。这2张照片其实能够感觉出来是样张处理效果上面是有些差异的。第一眼直观会觉得华为对我一整个皮肤的提亮呀，包括皮肤的一些细节处理，都会相比于 iPhone 16的标准版会更好一点点的。因为 iPhone 16标准版出来这个人像效果，它会整体肤色都会偏黄，然后整个华为出来的效果就会偏冷白皮一点点，所以我会更加偏向于华为 Pura 80。然后下一个呢，就是在大剧院旁边，但是这2组出来的样张对比可能是后期算法的一个问题，兔子会更加偏向于 iPhone 16标准版。为什么呢？我会觉得整个效果虽然可能大家绅士们一看会觉得 iPhone 16这个标准版会比较偏灰，但是我会自己个人的审美会感觉华为 Pura 80它的色彩会相对来说偏过于鲜艳了，就是不像说我肉眼所见的这个蓝天白云这个效果，包括我衣服这些色彩或者我的发色，我会觉得 iPhone 16这个效果它会更加接近我的一个肉眼所见。但是我后期呢，如果说想把这张照片去发朋友圈什么的，还是会对它进行一点点提亮的。这就是这2组样张效果，我想跟大家分析表达的。哇塞，今天我们的户外体验告一段落了。我们先说一下，今天大家任务都完成没有？我肯定是完成了的。我肯定是完成的了。我也完成。我们今天抽任务的时候，我们的黑哥在那个抽任务的房间大叫，我当时就会觉得他的那个任务的困难程度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了。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各自隐藏任务是什么吧。我先来说，我这一期的任务呢，就是说要拍其中一个人的照片，在拍摄过程当中，并且制作成表情包，制作成5个。我的对象就是噔噔，就是我们的思哥。思哥，你完成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任务就是要其中的一个一起的小伙伴学动物叫，那抽到的就是黑哥。那你们俩把2个简单的抽走了，对啊，难的给我抽到是跟其中一位握手5次。是的，我不知道他这个5次设定是1、2、3、4、5，还是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，所以我2个都做了。哦，我第1次一直跟你握手那个。所以你的对象是你。哎呀，这种福利能轮到我。那我们今天3个都算是把隐藏任务都完成了。对。那我们今天惩罚怎么算呢？惩罚怎么算呢？惩罚就摄影师吧，我觉得可以。大家要不就算了吧。我觉得可以。要不就算了吧。3人随机吗？这么残忍吗？现在转转吧，看谁会收到惩罚。我猜是黑哥。哦，那应该是不是摄影师？哦，黑骑士就是你呀！黑骑士就是你呀！就是码头人啊，懂不懂？就是你呀，就是我们的摄影师。OK， 那后面我们摄影师受惩罚的环节，就等到他后面给大家去展示了，好吧？给大家呈现了。第一时间为大家转播。是的。一口气喝完330的可乐，都腻了，130而已，小意思啦，广东可乐王啊！一口气啊！分3口气是犯规哦，再重新再来一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下午是12点左右开始使用的 iPhone 16，到现在7点，已经有7个小时。在这7个小时中，我们打了半个多小时的游戏，然后就是拍照和录视频之类的。现在剩余电量是19%，已经飘红了。如果是作为主力机来使用的话，需要1天2充了。iPhone 16标准版的重量还是挺轻的，握持方面也是很切合手的大小的。在今天下午半个多小时的和平精英体验中，它是有降2次屏的，有1次是10几分钟之后，它屏幕就开始有变暗的情况，但是
第2次是可能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，它就可以变得有点太暗了。同时机身也是有明显的发烫的，在打游戏上还是要考虑一下带个散热器，耗电的话也是挺明显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屏幕是60赫兹的屏幕，然后相机方面它是配备了2颗摄像头，一颗超广角，一颗主摄可以数码裁切到10倍，但是可能用的话还是用到2倍，如果用10倍的话，它可能画质可能跟不太上。然后这个相机的快捷启动按钮，我是感觉对于启动相机来说还是挺方便的，按一下就能启动。然后视频录制方面，2颗镜头是完全够用的 ，iPhone 的视频录制还是比较可以的，没什么大问题。然后日常使用的缺点可能就是一个电池电量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散热的问题，然后再有一个就是60赫兹的刷新率，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个掉帧的一个现象。但是基于 iOS 的一个流畅度来说，iOS 18使用起来还是很流畅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使用大半天的一个对于 iPhone 16的一个使用体验。好，现在就回到了我们的拍摄间啦，就分享一下我昨天使用Pura 80大半天的一个使用感受。外观上面的话，我觉得槽点还是在这个控制按键太高了。你看，特别是这个加的音量键这个位置实在是太高了，就是你看你这个手调的位置是要比较多的。其实外观也没什么好说，这个就是上一代 Pura 沿用的设计差不多，而且这个白色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。使用体验上面的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些点，昨天第一个环节就是在那个导航的时候，它的这个屏幕的在阳光下面的激发亮度是偏低的，就是在同一环境下跟苹果相对比的话，它是偏暗了一些，而且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过暗了，就是即使你手动去拉，又或者说你在阳光下它也没有激发出很高的亮度，我觉得是一个印象比较深的点。但是在下午我们去拍5分钟的视频的时候，就是在拍户外视频的时候，它的屏幕激发亮度是明显比上午的那个导航的时候要高的。那所以上午的这个亮度比较低，到底是一个偶发情况呢，还是说是它的一个调度问题呢？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，反正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再优化一下。第二个点可能也是一个偶发情况，就在于我们在霸王茶几那边，就是在喝奶茶的时候打的那个视频语音的时候，当对方挂掉视频语音，我想在这边打的话是打不了的，就是按那个微信的时候是没有反应的，那需要重新退出微信再进入微信才能重新打语音给到。另外的话就是在影像方面的话，我觉得主摄表现是比较好的，而且加上它这一代有增加一些滤镜，其实可玩性是比较高的。长焦我觉得它这个5.5倍的长焦有点太长了，正如我们日常记录生活，如果只是拍一些比较就是日常我们跟朋友去拍照的话，或者说是怎么样，其实就相当于你这个长焦是使用频率很低，它可能只能是去抓拍一些更远的一些风景的照片。下午的时候体验了一下长焦的表现，我觉得就是只能说中规中矩吧，然后就是在光线还比较充足的情况下，只能说是中规中矩。可能在比较暗的情况下，我觉得这个长焦可能也是实用性也是低了一些。华为的录像我觉得是有所提升，但是刚刚回看呢，跟苹果的对比还是有一些差距，我觉得还是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。最后那就分享一下整体的体验吧。在一天使用下来，首先在系统的流畅性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我觉得也遇到了一些小 bug， 刚刚说了。那相比苹果在同一场景下的一天的对比使用，我觉得优势最大的第一个点在于它的续航跟发热控制的是比较好的，就无论是你拍视频还是打游戏。另外的话，我觉得系统的流畅性也是很不错，但是可能也是有一些 bug 吧，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，就是那个微信的那个 bug。好啦，第2期的黑心公测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新栏目初体验还有很多不足，欢迎绅士们留下宝贵的意见，帮助我们做得更好。感谢绅士们的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